来吧，新玩具 RT 小比例的 BW 系列现在做到了黄豹，这回和黑豹进行了一个套装形式的发售，因为个头都比较小嘛。记得之前在做哪期美洲凯里边，我还说 RT 竟然做了 KO 的黄豹，竟然还是套装形式发售啊！后来我才反应过来，此 RT 非彼 RT， 并不是那个第四方，而是这款第三方的小比例 BW 的玩具。所以呢，这一回的黄豹，我们来看一下素质如何吧。人形态量到监测最高处将近9公分左右，配件内容看黑豹是要比黄豹多一些的。同样2对替换的手型，2款都带了兽头的替换头雕，因为在人形状态下，胸口的那个兽头豹子是不太一样的造型。黄豹有1个替换表情，黑豹会多带1个战斗面具。此外，人形、兽形都会多带1个通讯器，不同的尺寸，正好2个，我们1个做正边，1个做逆边。人形来看的话，比例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黑豹整体的这个发色也是属于那种哑光的处理，背后这里还原了当时黄豹前肢交叉在一起的元素，而且这地方有1个扣子进行固定。头雕别看它小，做的还是挺好看的啊。球形关节来回的活动，肩膀的位置也是球形关节，开口的球腕，二头肌的根部这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曲臂也能达到非常大的幅度，因为这里是变形的需要嘛，所以有2段关节。腰部左右来回的旋转没有问题，独立的弯腰关节幅度还挺大的，腿部的活动关节范围也是不错的，大腿还有左右的转动，膝盖是2段关节，脚踝左右有接地，而且脚尖这个地方活动的范围也很大。人形论可动性上面来说，这一款做的非常的棒。兽形我们用原色的这个来看，身上花豹的这个斑纹做的非常的漂亮，我也替换成了这颗兽头，这个样子做的看起来就不错了。脑袋做的其实还挺有灵性的，很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。脖子根部是2段关节，可以把头稍微的抬起来，往低放，这里是变形的需要。嘴巴可以张开，里边还有小牙齿的刻画。前肢这个地方的活动关节非常的多，也是爪子这里可以活动的。腰部就是人形的腰啊，上下可以来回的扭。后腿这里也有着不错的活动范围。4肢都没啥问题，尾巴这里还有2段折动。所以这款的兽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豹子形态很仿生，也很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。可惜就是这里会露着一点腿部的蓝色涂装。通过前肢侧面的扣子，也可以把通讯器卡上去，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的样子。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款的变形过程。别看它小啊，变形起来还是很好玩的。首先屁股这儿有1个盖子，整个的把它掀开，拧个180度放上来，尾巴整个的揪下来，拖出这个大长枪，旋转180度，滑道往里缩，顶出来金色的造型，再把尾巴卷动一下，根部这里会出现1个小的卡槽，跟这儿固定，握的时候就握着这个尾巴的尖儿。接着腿部变形，把这一块膝盖拧过来，脚尖打开，然后这一节卷动变成脚后跟，夹起来3角形，藏在鞋底子里边。脚踝这个地方的关节扭扭正，接着从这个关节旋转180度拧到正面来。上半身的变形，先把这一块肩膀位置脱开扣子，旋转90度放下来。背后这里往起调，然后左右打开这个胳膊的关节，这里是1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往后折一下，折到后方来，这里会出现1个卡槽，刚刚好把这一块膀子的位置旋转固定锁住它，然后前肢这里交叉一下，这里边有1个扣眼儿，锁上，还原出来动画里边交叉着前肢的1个造型。接着胳膊延展开，调到正确的角度上，扭一扭位置。脖子这一块变形的时候，先往后翻，顶出来这一块的卡扣，把这个翻过去，脑袋从这里边转一下，把后脑勺转出来，让出来更多的空间，旋转180度。接着把这个脖子叠吧叠吧，团起来，缩进去，
腹部这块还有一个小的转轴，把它掰起来一点点，对应这个扣子插下去，然后再把这个双关节往前挪动，通过这个扣子锁到正确的角度上。打开腿部，侧面这里大腿有一个小的挡肉零件，我们把它掰开，折成圆的，屁股后边的扣子就可以插到底了。最后一步，旋转腰部180度，这个涂装效果还是非常漂亮的。金色和蓝色都是金属漆的漆面，再加上花豹身上的这种斑纹点缀出来的效果，真的挺好看的。而且小巧玲珑的玩具拿在手心里边会显得非常的精致。最关键，这么点儿的一个玩具，这个面雕做的可是很精美的，非常还原。肩头后边这里也有这个类似于菊花纹的一些细节刻画。当然，现在胸口的这个豹子头，为了还原动画里边的兽形啊，就是那张可爱脸。你想要人形更还原呢，可以通过后边的球冠，把这个更扁一点的脸贴在胸部，对比一下胸部的厚度，换上这个以后，人形会更加的还原。我们再来一个逆变的过程，这一块小的通讯器通过 C 型扣子连接，先腰部拧个180度，屁股后面这里打开扣子。旋转180，先不要合，把它提起来，然后大腿这一层拨开，顺着这里边的转轴把它劈宽了，掏出来肠子腔，延展拉伸，旋转到上方来，用这个枪口插到这下边，挺猥琐的一个动作，也挺吓人的。接着顺着腿部关节把这里旋转180度。在这里有一个缺口的开槽，我们把它按形状拼合一下，挂上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锁下来屁股后边这一块了。中间的扣眼和肠子腔进行结合，两侧这里的挂钩呢，刚刚好挂过来我们旋转出来的这个凹槽里边，调一下，把它按形状拼合好。后肢这里脚踝往上提。把这个小爪子卷出来，再用脚尖包上。上半身变形，肩膀双关节先腾开空间，腰部这里的锁扣拔开，兽形的脖子整个的拉起来，旋转个180度，让它换一下方向，拧过来。拧过来以后，记得把这个脸转到内侧去。这个地方空间有点不太好操作，顶过来，注意中间这里有一个锁轴啊，跟尖刺不要碰到，然后把这一块锁上，后边这个地方的扣子旋转上来，再结合胳膊双关节提上去，再通过这里边的扣子往过翻，结合成背部，扣在一起，跟脖子这儿卡一下，最后前肢这里打开，旋转，锁扣结合。这颗头雕的嘴巴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，如果你不想换的话，其实这颗兽头的效果也挺好看的，很威武。目前虽然说还并不是大货的版本，但是完成度已经很高了。身上的涂装运用了金属漆的效果，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闪闪发光的黄豹勇士，样子很还原，还挺好看的。在这么小的尺寸之上，竟然还原出来了人形和兽形两个都非常不错的效果。再加上因为是小级别的玩具啊，所以拿在手里边用肉眼看起来会显得更加的精致。变形的过程其实上半身黄豹这个角色来说，基本上千篇一律啊，主要是下半身它在兽形的腿部有了一种全新的收纳方式，以及后边的武器一体收纳和屁股后边的这一块的设计改动，所以整体的变形把玩下来还是很有趣的，小巧玲珑，细节不输，就算称之为掌上 MP 也毫不为过。那么这一套黄豹你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